6年前，比尔在朋友手里买到一辆2017年的福特 F150事故车，当时他把这辆车变成了包好风格，为其更换了框架的破损部分，并且还给车子做了全面的升级。当时的高科技能用的基本也都用上了。之后由于太喜欢这台车，就把它留在了手里，没事的时候就会把车开到这里转上几圈，以这种方式来释放自己的压力。比尔这么一开就是6年，可如今这台车子到处都是小毛病，跑起来也会出现吱嘎吱嘎的响声，显然这台车子已经太老了。可比尔为了让它能继续陪伴自己，决定给车子来个大的改造，赋予它第3次的生命。于是比尔就把车子开回了车厂，让员工一起集思广益来出改造计划。他们认为，首先就是要给车子换一个颜色，让车子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。其次，在日常使用中总是缺乏照明，所以这次比尔决定在车顶加装一个行李架，并且在上面点亮一堆照明灯。这一句我一句的3人是越探讨越激烈，直到傍晚了才把改装计划敲定。第2天一早，员工们就把车子清洗了一番，将一辆干干净净的车子开到了工位上。员工还记得之前改装这台车时，为了符合包号的风格，不知道换了多少种轮胎，甚至前面的保险杠的灯还是他亲手装上去的，不由得心中酸楚涌上心头，感慨真是岁月蹉跎呀。6年过去了，自己还是一名修车工，可还没等他感慨完，就发现车子的大架子上出现了裂痕，这样就不得不去拉直这个框架。瞬间哥几个就感觉有些头大，这无形中就给改装工作增加了负担。可此时的比尔还不知道这个情况，他拿着自己的设计图找了钣金师傅，比尔想让他制作出一个保险杠车灯的支架。师傅细心地听着比尔的介绍，然后用电脑设计出比尔想要的样子，接着就用机器切割出相应的板材，经过一番细心的打磨后，就将其焊接到了保险杠上。这其实就做了一个小小的改动，将之前的方灯换成了现在的圆形的。这些灯要是晚上都打开，应该仿佛就和白天一样。而另一边的比尔他也没有闲着，他找来了一个2手的行李架。之所以没有重新制作，是为了节省一些改装的时间。要知道牵一发而动全身，增加了这个行李架后面的追逐架也得进行改动，所以比尔先切割了一些钢板，将其塑形后安装在了车厢上，然后用几个螺丝简单的固定几个点。这个铁板的作用就是为了之后的焊接，等以后不用了就可以卸掉螺丝拿下来就可以了。这个追逐架要从车顶一直连接到车尾，并且还在上面做了造型，让整个追逐架富有美感。等这些都被安装好后，他们就将其都拆了下来，准备送到工厂喷涂成金色。而车厂里车子也被他们拆解开来，将他们都送到了喷漆房。员工先在上面喷了一层底漆，然后又在上面喷了一层闪亮的深黑色面漆，这是比尔特意要求的颜色。之前的颜色已经用了6年，他还是觉得黑色更符合他的审美。这时被送去涂装的零件也被运了回来，他们将其都一一的安装了上去，很多零件都被换成了金色，再配上车身的黑色，让车瞬间变成了另一种风格。等后面的追逐架也被安装上去后，这台福特 F150就被改装完成了。比尔特意邀请了2个朋友来见证他的新作品。当比尔开着改好的皮卡赶来时，2人感觉非常的惊讶，这简直就是大变了模样。车上14个大灯完全不用担心缺灯光的问题，之前的悬挂系统也被全部换成了新的。不仅如此，比尔还给车子换了一套全新的轮胎，甚至在后车厢还备了2个备胎，这样就不用担心漂移损坏轮胎的问题，可以尽情享受越野的快乐。